要是咱们乔总是个女人，和战总站在一起，那真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儿。就算他们俩都是男站在一起，也让人生出一种他们是夫妻俩的感觉。怪不得战总见咱们乔总没几次，就喜欢上咱们乔总了。你说乔总到最后会不会接受战总的追求？他的同事说道，怎么可能？乔总是个正常的男人，他不会接受战总的。战总也未必是真的喜欢乔总。我听二少爷说了，战总是因为被家里长辈催婚，长辈给他安排的名门千金，他不喜欢才借口来江城出差呢，然后就利用咱们乔总，就制造出他是喜欢男人的话题。两名前台的低声讨论，乔涵并不知道。他走出办公大厦的时候，本能的先往公司门口看去，确实没有看到战浩宇的身影，他才放下心来。数分钟后呢，乔涵的专车在几辆保镖车的护送下驶出了乔氏集团。被乔涵如此防着的战浩宇此刻在哪里？他在乔涵的私人大别墅门口等着乔涵归来，而他新买的房子恰好就是在这处别墅区，所以他能够自由出入。多得乔涵帮他介绍房子呀，他才能在这里买到房子。虽说房子还没有装修，他没有入住，但买了房子，他就办到了出入卡，能够自由出入。房子的装修，战浩宇也联系了装修公司，交给装修公司负责，他偶尔过来看看进程就行。战浩宇没有按响门铃，暂时不惊动别墅里的管家。乔涵呢，喜欢安静，又因为他女扮男装的秘密，他的别墅里佣人并不多。战浩宇不按响门铃，别墅里的人就不知道门口有人。况且战浩宇的车子停得并不靠前，他又是坐在车上等着乔涵回来。随着太阳下山，他等着的人总算出现了。看到乔涵的车子在几辆保镖车簇拥着驶过来，战浩宇自言自语的排场摆得跟我大哥一样的大，他大哥就是出入都带着一般的保镖团。那有了大嫂后，大哥有段时间减少了保镖团的人数，不用那么多人跟随着。最近又开始恢复了以前的保镖人数，像以前那样，依旧不允许除家人以外的年轻女性接近他。战浩宇听说是大嫂新添了2个情敌，一个在明处，一个在暗处，大哥不得不防着，怕被那些爱慕者占了空子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大少爷，乔涵的司机看到了战浩宇的车子，他边减速边对乔涵说道，大少爷，战总的车子停在别墅门口，他是乔涵的专职司机。在乔涵和战浩宇打交道时，他就记住了战浩宇的车牌号码。闻言，闭目养神的乔涵猛地睁开了眼。他坐正身子往前看了看，蹙着眉说道，怪不得我眉心总是跳，那个无赖是在这里等着我。他是怎么进来的？别墅区大门口的安保人员。乔涵吐槽着别墅区的值班保安没有守好大门，竟然让战浩宇进来了。吐槽的话没有说完，他便记起了战浩宇如今也是这处别墅区的住户了。他能买到这里的房子，还是他给他介绍的呢？战浩宇肯定是早就策划好的了，亏得他那样帮着战浩宇，不曾想战浩宇是为了对付他的。乔涵在心里骂着战浩宇狡猾，看他整天笑眯眯的，很好相处的样子，算计人的时候是一点都不客气啊。他都被战浩宇算计了。怪不得大家都说战浩宇是个笑面虎，比他大哥战印要狡猾多了。战浩宇的车子是横向停在别墅的门口，乔涵的车队被迫停了下来，无法长驱直入。战浩宇在乔涵的专车出现在他的视线内，就下了车，又抱着一大束的玫瑰花束。不同于上午的花束，这次他是用一张张100元和50元面额的钱，请人帮他做成了一束钱花的。因为乔涵传了话，不允许江城花店的老板卖玫瑰花给他，
战浩宇是打电话回悠悠山庄求助了，也没有办法那么快到货，但是速度都没有那么快，他只得先用一束钱花代替。况且他上午买光了花店里的玫瑰花，就连校区的那些花店里的花都被他的人搜刮一空，人家补货都补不上啊。战浩宇靠在车前身，两手抱着那束钱花，含笑地看着乔涵的车子。他一身笔直的手工西装，也系着领带，此刻的他显得风度翩翩的，好吧，人家战三少爷一直都是风度翩翩的。乔涵今晚要出席晚宴吗？能请得动乔涵参加的，今晚的晚宴自然是很重要的，参加的人非富即贵。以战浩宇的身份，他若是一直在江城，肯定也能收到一份邀请函的。但他不是经常在江城的，筹办宴会的主人家就没有给他送邀请函，是他知道乔涵会出席后，亲自去讨了一份邀请函，所以他等会儿就要陪着他家乔涵出席宴会。哟，战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乔轩发现了战浩宇，他下车，朝战浩宇走过来，边走边笑着打招呼。他很想胖揍一顿弟弟怎么办？他总有预感，觉得弟弟早晚会把他这个亲姐给卖了。我在这里等着乔总呢，乔二少爷也在啊。来，帮我看看我现在这样子帅吗？战浩宇对未来的小舅子那是很好态度的。他离开了车子前身，站直了身子，笑着让乔轩看看他帅不帅啊。乔轩呵呵的笑，夸赞地道：战总不管什么时候都很帅，我对战总真是一见钟情呀。战总这束花是给我准备的，好漂亮呀。乔轩说着，伸手就想抢走战浩宇手上的钱花。战浩宇一只手就推开他的手了，身子滑得像泥鳅，一下子就从乔轩的身边滑走。乔二少爷都说了，你少点味道，我不喜欢你这样的。我就喜欢你哥那样的，这束花是给你哥准备的。战浩宇抱着花束走向乔涵的专车。乔总，我给你准备了一束花，这束花你弟弟都夸好漂亮的。战浩宇就献宝似的把钱花举到了乔涵的车窗前。乔涵还没有看清楚是钱花，他俊脸黑黑的，是哪家花店的老板不惜与他为敌，也要卖花给战浩宇，他都给那些花店老板补贴了一笔钱的。乔涵的保镖团下车，他们上前来，却不能对战浩宇动手。战浩宇身份不一样，不同以往那些追求大少爷的爱慕者，他们只能规劝，不能直接把人架起来拖走。战总，一名保镖客气的道：战总，麻烦你的车子挪一挪，让我们两位少爷的车子可以开进去。另一名保镖则是客气的请求：战总，还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们大少爷，我们大少爷啊不喜欢男人的，大少爷若是喜欢男人，也轮不到战总了。不过呢，貌似吧，他们大少爷也不喜欢女人。他们跟在大少爷身边多年，就没有看到大少爷对哪个女孩子和颜悦色的。战浩宇像是听不到保镖们说的话一样，他敲着乔涵的车窗，示意乔涵要么下车，要么按下车窗。战总，战总。乔轩小跑着过来，伸手揽住战浩宇的肩膀，对战浩宇说道：战总，你先挪一挪你的车，让我们兄弟俩开车进去，咱们屋里说话。战浩宇依旧看着车内的乔涵。乔涵此刻是恼极了战浩宇的，初时对战浩宇的那点好感，在今天就完全败光了。他在心里把这个无赖的男人骂了千百遍。战家长辈也不管，想到自己向战印告状了，战印也明确地表示不会管堂弟们的私事，除非弟弟们向他求助，他才会管上一管。乔涵在心里腹诽着，说不定战印是向着战浩宇的呢。深吸几口气后，乔涵开了车门，下了车。他一下车就朝战浩宇伸出右手。战浩宇先是愣了愣，随即就笑眯眯地腾出一只手去想握住乔涵的手，谁知道乔涵反手就是一巴掌拍开了他的大手。
他闪烁着无辜的眼神就看着他呀。哎，他什么意思嘛？不是让他牵他的手吗？车钥匙。乔涵低沉的开口。哦，好的。战浩宇反应过来，边往裤兜里摸车钥匙，边笑道：“你直接说吗？”哦，刚刚我以为你让我牵着你的手走进屋里去呢。乔涵板着俊脸瞪着他，他想得倒美啊。战浩宇摸了一下，说到车钥匙还在车上，乔涵当即吩咐着一名保镖去把战总的车子挪一挪啊。他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战浩宇在这里磨着。一名保镖立即走上前去，上了战浩宇的车，发动引致，把车开动，开到了一旁去，不再挡着大门口。管家总算听到了动静，从屋里出来，看到两位少爷都在门口，连忙打开了别墅的大门。乔总，这束花你先收下吧，我让山庄送过来的花，明天一早肯定能到的。到了我就给乔总送过来，保证那花朵还是鲜鲜艳艳的。乔涵冷冷的道：“战总，我说了多少次，我不喜欢花，更不喜欢战总送的花。还有我不喜欢战总，我是个正常的男人，还请战总高抬贵手，饶了我吧。就是我哥都不喜欢战总，我倒是很喜欢战总。战总，要不你还是将就收了我吧。我和我哥是孪生兄弟，我们俩长得这么像，你收了我不也一样？”乔轩蹭过来，嬉皮笑脸的，被他姐一瞪眼，乔轩就摸摸鼻子，不敢笑了。战浩宇黑眸深深地锁着乔涵那张俊脸，想象着他留了长头发，穿着女装的样子，肯定美若天仙，会是他见过的所有女人当中最美的那个。乔总，每个人都有追求爱的权利，我觉得乔总就是我的未来伴侣，就喜欢乔总，就想追求乔总。我知道乔总一时间接受不了我的追求，无妨，时间长了，乔总就习惯了。我也会让时间和行动来证明，我对乔总是认真的，不会因为任何事改变，也不会移情别恋。他看了乔轩两眼，意有所指，就算那个人和乔总有7、8分的相似，也无法取代乔总在我心里的位置。乔涵也是眼神深深的，觉得战浩宇就是油盐不进，他懒得和他扯皮。旋身，他回到车上，开车。司机立即开车，很快，乔涵的车子就驶进了大别墅里。战浩宇抱着那束钱，花大步往里走。乔涵的保镖想拦住他，战浩宇不与他们动手，但也不把他们的拦截当一回事，像是看透了他们不敢对他动手。战浩宇抱着花束硬是往里走，保镖边拦边退，一时间都不知道要不要动手。大少爷摊上这样一个追求者，着实是难缠呀。乔轩在上车之前对姐姐的保镖团说道：“我哥没有让你们拦他，不用拦了，也拦不住。他要是无法从大门口进去，翻墙的话，万一摔着了，咱们还不好向战家交代啊。他姐都拿战浩宇没有办法，就不要为难保镖们了。”听了乔轩的话，保镖们默默地放下了伸出去拦阻战浩宇的手，然后战浩宇抱着耀眼的钱花，含笑走向乔涵的那辆迈巴赫。那他开的也是迈巴赫啊，就他们喜欢开的车是一样的吗？管家看看走过来的战浩宇，又看看刚下车的大少爷，轻声问着：“大少爷，战三少爷怎么办？”他在家里也看到了江城热搜，知道战三少爷居然公开说要追求大少爷。面对着大少爷那张俊脸，管家在心里叹口气。大少爷是长得太好看了，别说女人会喜欢，就连男人经常面对着大少爷那张脸，都会忍不住心动的。这不，战三少爷就是头一个对大少爷动心并展开行动的。乔涵默了默后说道：“轰不走他，来者是客啊。”说完，他径直进屋。管家明白了大少爷的意思，上前2步，笑着对战浩宇说道：“战三少爷，屋里请。”好。战浩宇跟着管家进屋里去。乔涵住的房子很大，
也有着前后院，院子还特别大，院子里的景致布置得很有品味，带着点江南园林的风格，从中窥探出乔涵喜欢江南园林。战浩宇在心里想着，等到乔涵肯跟他回游游山庄见家长，他肯定会喜欢游游山庄的。但凡去过游游山庄的人就没有不喜欢的。那因为佣人少的原因，整栋别墅都显得安安静静的。战浩宇走路都不由自主地放轻脚步，生怕自己沉稳的脚步声会成为噪音。进了屋里呢，管家请战浩宇在沙发前坐下来。战三少爷想喝点什么？管家客气地问着。大少爷说了，来者是客，就要把战浩宇当成贵客招待。给我一杯温开水，谢谢。好，战三少爷稍等。管家转身走开，去给战浩宇倒水。在乔轩进来时，茶几上呢已经摆上了水果，点心啦。乔轩不用管家伺候，他自己去冰箱里拿了一瓶饮料出来，揭开了盖子就喝了一口，透心凉。天气热，喝上一口冻的爽呀。管家说他二少爷、大少爷看到了又得说你了。他要说我，干嘛还在冰箱里放上几瓶我喜欢喝的饮料？不就是给我喝的吗？我又不喝多，只喝上一瓶。管家笑笑，无法反驳二少爷。玉姨，你去忙吧，我招待战总就行。等会儿我和我哥要去参加宴会，早点吃饭。战总来了，让厨房里多烧2个菜。好。管家走开了。就他进了厨房帮忙，乔轩就边喝着饮料边走到战浩宇的身边坐下来。坐下后就打量着战浩宇，说到战总真的是人中龙凤呀，各方面都那么优秀，我在战总面前都甘拜下风啊。战浩宇看他2眼，笑道乔轩，你不用老夸我，我对你是真的没兴趣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就对我没有兴趣呢？我比我哥丑吗？那还是你喜欢酷酷的男人。那我其实也可以酷酷的，只要我不笑板着脸，跟我哥没什么两样啊。乔轩忽又凑到战浩宇的耳边，小声问着战浩宇战总，咱俩现在也熟了点，你都想成为我嫂子了，我问点隐私问题哈。你要是追到了我哥，你是攻还是受呀？以我哥的脾性，他肯定不乐意当受的，但以战总的脾性来看，估计也想攻。战浩宇听到乔轩称呼自己做嫂子，在心里腹诽着演吧，你姐弟俩就演戏吧，当我是傻子。然后呢，他也小声地回应着，现在不是还没有拿下你哥吗？还不知道谁攻谁受。其实这一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拿下你哥。乔轩，你哥有什么喜好？跟我说说，等我追到你哥了，就告诉你我们俩谁攻谁受。乔轩差点被饮料呛死，这个混蛋战浩宇到底是真的看上他哥还是假的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让乔轩都摸不透战浩宇的心思了。要是说战浩宇知道他姐的女人身份，又觉得不可能。姐弟俩分析了几遍，乔轩都觉得战浩宇不可能知道他哥其实是他的姐姐，倒是姐姐总是怀疑战浩宇知道她是女人。战浩宇除非有透视眼，能看清楚他哥是个假男人，否则都不可能知道的。乔轩真的很想问问战浩宇是否有透视眼，又觉得他要是问了，就等于是不打自招，告诉了战浩宇他哥其实是假男人。我哥的喜好呀，我最清楚的了。不过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告诉了你，不就是出卖了我哥？我是不会做出卖我哥的事情的。战浩宇呵呵的笑，也不指望能从乔轩这里套到乔涵的喜好，那从乔董夫妻俩那里入手可能更容易一点。乔轩看着嬉皮笑脸，没点心机的样子，其实很护着他哥的。乔总进来就上楼了吗？战浩宇把钱花放在身边，端起了那杯温开水，喝了一口后抬头看着2楼。我哥等会儿要去参加宴会，他习惯性出门前洗个澡，
换一套衣服，然后吃点东西，再带上2瓶酒。战浩宇说到带上2瓶酒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这里的人出席宴会都习惯带上2瓶酒吗？对于乔涵出门前要洗澡，战浩宇觉得很正常，是怕万一在宴会上喝醉了，没有洗澡就睡，嫌脏啊。看得出来乔涵是个很讲究的人，说不定在生活上还有点洁癖呢。只要洁癖不厉害，就倒是无所谓。像他大哥也有点洁癖的，有了大嫂后，貌似大哥的那点洁癖跑到没影了。也不是说大嫂在生活上不讲究，是大哥有了大嫂后不再那么讲究。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乔轩说他战总，你要追求我哥，也不先了解我哥，冲着我哥那张脸就行动了，小心后悔。在我们这个圈子里，谁都知道我哥只要出席宴会，都是在家里吃了饭才出门。在宴会上，我哥会喝酒，但只喝他自己带过去的酒，不是他嫌弃别人的酒不好喝，他是防着像战总这样的爱慕者。他还真不知道乔涵这个习惯呢。那么小心翼翼的，怪不得能瞒住大家20几年。乔总被人算计过？没有，我哥这么小心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被人算计？乔轩说完，后知后觉地瞪着战浩宇。战总，你该不会想跟着我们去参加宴会，借着宴会上人多，算计我哥生米煮成熟饭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不屑用那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我是光明正大的追求乔总。虽说乔总现在接受不了我有的是时间，耐心十足，总有一天啊，能让乔总心甘情愿的。乔轩，我对你哥是认真的，就绝对不会用那种手段来个什么生米煮成熟饭。乔轩审视着战浩宇好一会儿，说道：我相信你们战家的家风，好家风出好男儿，相信战总不是那样的小人。谢谢二少爷的信任。战总，你那束钱花我哥不会收的，还是给我吧，我看着钱花就心动不已，最喜欢收到这种花了。以后战总若是要送这样的花，尽管送给我，我是多多益善。乔轩说着又想去拿那束钱花。战浩宇再一次拍开他的手，说到：乔总若是不收，我拿回去养着。乔总什么时候想收了？我再送给他吧，反正这种花保质期很长的。那么小气，送一束给我也不肯。乔轩吐槽着：你在追求我哥呢？若是你们俩打破了世俗，真的在一起了，我就是你的小舅子。这是你娶我哥的情况下，我才是你的小舅子。不过我想，我哥是娶你进门吧，那样我就成了你小叔子。不管是小舅子还是小叔子，你讨好我才有好处的呀。战浩宇偏头看着他，问他：我讨好你，你给我什么好处？把你哥打包送给我吗？那样的话我就讨好你。乔轩，我就算想那样帮你，也不敢呀，我哥会揍死我的。战总不知道的是，我打小就活在我哥的拳头下，他天天都欺负我的。你不要看我好像很有修养的样子，就那都是表面，是假象。他有暴力倾向的，小心以后他家暴你。战浩宇说道：巧得很，我也有暴力倾向，就想找一个能打的伴侣，以后有什么矛盾，不管谁对谁错，干一架，输的那一方就是错的。乔轩再次语塞，战浩宇的脑瓜子转得跟他们不一样的。看到乔轩无语的样子，战浩宇好笑地拍了拍乔轩的肩膀，笑道：乔轩，我不会上当受骗的，你也不用再胡编乱造。你哥是什么人，我打听过的，打听到的都是假象，都是假的。我哥这个人爱面子，他又是媒体记者盯着的对象，要是不表现得好一点，被人偷拍到报道出来，会影响我们乔氏集团，那样是得不伸失。所以我哥很能忍，堪称忍者神龟。战浩宇笑道：我也觉得打听到的未必是事实，所以我才要追求你哥。
那样也能慢慢的了解他，追到手后。住在一起，了解就更深了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有一辈子的时间来了解他，真不用你操心的。我靠，你真是油盐不进。乔轩忍不住吐槽。战浩宇在心里腹诽着，我要是不了解过，怎么敢行动？两个人在楼下话家常呢。一会儿后，乔涵才从楼上下来。他果真换了一套衣服，不过还是黑色的西装服，就是底下的衬衫由浅蓝色换成了白色的，领带也换了。如果不是看衬衫和领带，都不相信他换过了衣服。战浩宇看着他从楼上走下来，站起来，边看着他边说道：“乔总真是标准的模特身材，像是衣架子一样，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。”乔轩扑哧地笑道：“战总，你要夸赞我哥也不要硬夸呀，我哥的衣服就天天都是这样的标配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是没有什么区别，都是一样的帅。”乔涵不搭理战浩宇，下楼后径直就走进餐厅。战浩宇再次抱起了那束钱花，跟着走进餐厅。乔轩连忙跟随着，边走边对姐姐说道：“哥，战总小气得很，我说那束花你不收，我就帮你收了，他送多少束我都帮你收，他居然不肯，说你不收他就拿回家去，然后明天再送给你，天天都是送同一束花，那样显得哥太掉价了。哥，我喜欢钱花，你收下来送给我吧。”乔涵已经在餐桌前坐下，听到弟弟的话，他抬头瞪着弟弟。乔轩讪讪地摸了摸鼻子：“乔总，这束花永不凋谢，代表我对你的爱，永不变心，你就收下吧。”战浩宇再次把钱花递给乔涵，嘴里也说着情话。他的两个嫂子要是在场听到他说的情话，估计他两个哥哥就要通宵背诵情话了。战印和战逸晨说情话都没有他说的溜。乔涵与他对视了片刻后，抬手隔开了那束花，严肃认真的道：“战总，需要我说多少次？我说了，我对你没有兴趣，我是个正常的男人，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了，我不会接受你的。可是我对你很感兴趣呀，你不喜欢我是你的事，我喜欢你是我的事，追求你也是我的自由。”乔涵深呼吸，再深呼吸，才压下了涌上来的怒火。我的时间比较紧张，没空和战总纠缠不休。战总若是饿了，就坐下吃饭；不饿的话，请拿着你的花离开。都说送给我了。被姐姐一瞪，乔轩又不敢说话了。战浩宇立即在乔涵的身边坐下来，厚着脸皮说道：“我饿了，陪乔总吃饭。这束花我不逼着乔总收下，以后的每一天，只要我在江城，我都会送花给你的，直到你肯收下我的花为止。”“我收下了，你就不再送？”“不，你收下了，我更是要送了。”乔涵抿抿嘴，当自己什么都没有说过。管家从厨房里把做好的菜端出来，上完了菜后，管家又拿来2瓶没有开封的名酒，放在了餐桌上，对乔涵说道：“大少爷，这是你要的2瓶酒，等会儿记得带上哈。”“好，帮我用袋子装着。”管家又去拿来了袋子，装好了2瓶酒。战浩宇不是第一次和乔涵同桌吃饭，知道乔涵吃东西很快，他也不多说话，默默地品尝着未婚妻家里厨师的手艺，觉得还是需要改进的，想着改天他有机会露几手给乔涵看看，最好就能养熟乔涵的胃，让他慢慢的离不开他。都说要留住一个人，要先抓住他的胃。饭后休息了10几分钟，乔涵便出发了。战浩宇依旧跟着他。乔涵在上车之前，扭头对战浩宇说道：“战总，我现在要去参加宴会，麻烦你不要再跟着了。”以往乔涵不喜欢出席宴会，碍于身份上的交际，还是要经常参加各种活动。今晚乔涵却是迫不及待的，想着他参加宴会，就能摆脱阴魂不散的战浩宇。
战浩宇来江城的日子并不长，而今晚的宴会邀请函早在半个月前就发出了。乔涵以为战浩宇没有邀请函，战浩宇把那束没有送出去的钱花放回车上，笑着回应乔涵：巧得很，我今晚也要出席宴会。跟乔总是顺路的，目的地也是一样。他是什么时候拿到邀请函的？是不是知道他今晚的行程，所以他提前安排好了？懒得再问。乔涵上了他的车，乔轩很自然地跟着姐姐上车。在宴会上，姐弟俩都会喝酒的。酒后不宜开车，他就跟着姐姐一起了。喝醉了，就由姐姐的司机送他们回来。很快，数辆车驶出了乔涵的别墅，离开御怡别墅区。今晚的宴会地点是在乔氏集团旗下的广元大酒店。广元大酒店是江城最好最高档的酒店之一吗？广元大酒店斜对面就是战氏集团旗下的丰泽酒店了。一行人很快就到达了广元酒店。广元酒店门口只有几个停车位，那是乔涵专用的，不允许其他人使用。客人们不管是什么身份，都要把车开进地下停车场。战浩宇沾了乔涵的光，他的车停在了酒店门口。酒店门口有不少的美女，她们个个都穿着漂亮的晚礼服，一个个打扮得珠光宝气的，站在酒店门口，形成了一道独特又亮丽的风景。战浩宇下了车，就听到那些美女们向他这边走过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战浩宇看着朝他走过来的一群美女，他并没有招惹过江城的美女们呀。乔总，乔少。听到他们开口了，战浩宇松口气，原来不是冲着他来的，是冲着他未来的老婆大人过来的。这不是他的情敌吗？战浩宇数了数走过来的千金小姐们，10几个呢。这还只是江城上流社会的名门千金们，还有那些明星名模，乔氏集团的合作伙伴或者女职员，也有很多是乔涵的爱慕者呢。乔涵在遇到战浩宇之前，是真的像战印婚前一样高冷，可依旧有很多爱慕者，这方面比战印强多了。战印的脾性大家清楚，又因为以前有商小飞这个追求者，大家都不敢和商小飞为敌，故而呢，战印的爱慕者没有乔涵的那么多，主要是乔涵的孪生弟弟像战浩宇一样能说会道，又结交了很多红颜知己，只要长得漂亮的、气质佳的，能和乔二少爷聊得来的，都会被乔二少爷当成红颜知己。好多人就是通过成为乔二少爷的红颜知己，达到接近乔涵的目的。乔涵的保镖团立即把他护在中间。那乔轩则是笑着和大家打招呼啊，大家是在这里等我的吗？乔轩笑眯眯的道，我也是乔总，也是乔少呢。一位千金小姐笑道，你是乔二少爷。在他们的眼里，乔总和乔少都是代表乔涵的。乔涵只是和众千金们打了声招呼，就在保镖的簇拥下进酒店。那战浩宇也跟着进酒店，这是战三少爷吧？有一位千金小姐多看了战浩宇几眼，认出了战浩宇的身份。他们是知道今晚乔涵会出现，所以他们一个个都打扮得明艳大方，早早就到了酒店，等着乔涵的到来，也想抢先和乔涵说说话。只是没想到他们的情敌都是这样想的，结果就是但凡爱慕乔涵的都提前到场。在乔涵到来之前呢，这些爱慕者就在酒店里明争暗斗了一番，也不知道是谁带头走出酒店，在酒店门口等着乔涵的，大家都不想落后，不就全都出来抢了迎宾小姐的工作，成了酒店门口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不过这道亮丽的风景线在乔涵到来后就崩了。战浩宇微笑地回应着那位美女情敌，你好，我是战浩宇。哇，真的是战三少爷。众人都认出了战浩宇的身份，然后在战浩宇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众人一下子就把战浩宇围住了。对付情敌，
还是同一个情敌。这些美女们可谓是齐心协力，她们那么多人都喜欢乔涵，已经是竞争力大的了。没想到还添一位男性情敌，这位男性情敌还是来自管城的战氏集团，是战家的三公子。虽然他们被家中长辈反复提醒，不要做出得罪战浩宇的事情，但是他们还是忍不住针对着战浩宇。战浩宇还没有走进广元酒店呢，就先被10几位情敌围攻。也亏的是战浩宇，他一向能说会道，嘴巴厉害得很，同时被10几位女性情敌围攻，他也能舌战情敌，把这些千金大小姐驳得哑口无言。然后他像是个斗胜了的大公鸡一样，昂首挺胸，精神抖擞地走进酒店里去。没有跟着姐姐一起进酒店的乔轩目睹了全程，那他甚至还用手机拍下了视频，然后他把战浩宇舌战10几个情敌的视频发到他们家的家人群里，群成员就他们一家4口。乔轩还在群里艾特他姐，对他姐说道：“姐，你看战总多厉害，你那些爱慕者个个都厉害，可对上战总都败下阵来，他还是以一敌10几个呢，牛呀，我是真的佩服他。”乔涵压根儿就不看手机，宴会上到处都是人啊，他怕拿出手机翻看信息会被旁边的人看到，泄露了他女人的身份。在家人群里，他的父母都是叫他女儿，弟弟也是叫他姐姐的。每次群聊过后，他都要求家人们把群聊记录清空。虽然知道家人不会主动泄露他的秘密，乔涵还是觉得小心点好。特别是最近，他察觉到父母和弟弟都蠢蠢欲动，齐心协力的想把她嫁出去呢。乔涵的保镖团在酒店里面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女孩子，对方端在手里的那杯红酒全都溅落在保镖的身上。对不起，那个女孩子连忙向保镖道歉。保镖看清楚对方的面容后呢，大度地道没事，他只是保镖，不怕这衣服被溅到红酒。事实上，每次跟着大少爷参加宴会，他们几个的衣服总会被溅到酒水的。大少爷的那些爱慕者总会找着各种借口接近大少爷，最常用的就是不小心碰撞到，然后呢，倒霉的就是他们的衣服了。乔涵扭头看，随即他折回来，几步就站在了女孩子的面前。对方似乎有点紧张，也有点惶惶的，不知所措的一手端紧酒杯，一手捏住了他的晚礼服一角，怯怯地看着乔涵。凤晴小姐，乔涵温和地开口，关心地问道：“凤晴小姐，我的保镖有没有撞痛你？你没事吧？”原来这就是凤家的真千金凤晴。乔涵对弟弟说过，凤晴最擅长的就是扮猪吃老虎。初次见面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觉得凤晴胆子小，好欺负。事实上，这些都是假象。凤晴一点都不好欺负。从凤晴回归凤家之后，凤家主虽然最疼的还是打小养在他身边的养女凤若，却也明白凤家家主之位以后，还是要传给亲生女儿凤晴的，故而经常会带着凤晴出席各种宴会，想让凤晴早点融入这个圈子。在宴会上，很多人都瞧不起凤晴，明里暗里欺负她，结果没有一个人讨到好处的，反而被凤晴不动声色地整治了一番。